今天我们要分2个层面来讲。第一个就是什么是敬拜，尤其是看整个崇拜的历史就是我们的崇拜不是从这个世纪才开始的基督教的崇拜从这个初代教会到现在已经2000多年了，所以我们要看在这个教会历史当中哪些崇拜是真的是合神心意的。我们为什么会有今天的崇拜？为什么有这样的形式？这是我们要去了解的。然后第2个大的部分就是怎么样选歌，尤其是作为敬拜赞美团队的弟兄姐妹当你要去选诗歌的时候，来领唱的时候，我们该怎么选，该怎么带，这个也很重要那主要是这2个大的部分那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部分在讲第一个部分之前呢，我首先也问大家几个问题。那如果你问或者如果有会众问你，或者是弟兄姐妹问你，他来到教会，他说：“哎，你们教会为什么有这个崇拜环节，其他教会没有呢？为什么这个教会的崇拜时间很长，那不能像有的教会时间短一点吗？”你该怎么回答？有人说我们崇拜前要预备自己的心，怎么来预备呢？有时候你也可能听到说：“哎，今天诗歌唱得不错，讲道讲得不行。”或者是说，哎呀，我对这个诗歌不是很感兴趣，讲道可以来听一听所以可能迟到一点没关系。诗歌就是崇拜的环节，就是什么热场，对吧？讲道我就是来听讲道的。那有的时候就说，哎，我早上起不来，我找一个下午崇拜的教会吧。可能我们会遇到这些问题我们怎么回答这些问题？我们怎么回答这些问题？那还有人会说，哎，讲道结束完了，就是崇拜结束了吧？我们是不是可以走了？或者是今天讲的太无聊了，讲到的内容我也不认同，我听不下去了，我也不知道他在讲什么然后说，哎，今天有儿童节目，小朋友很可爱，赶紧拍手机拍照，发个朋友圈然后说，哎，这个节目不错鼓掌，讲员上台了拍手鼓掌我们一般主日的时候穿的随意一点就好了，只要我服侍的时候穿的正式就可以了，平时无所谓了那说，哎，我今天崇拜很有感觉，很有感动听了这个唱的诗歌很想哭。所以这都是会众可能会遇到的问题，也许你听过1-2个也许我们自己也会有遇到这些问题。那这些问题都暴露了我们背后对崇拜的认识。同工也可能会有这样的问题说，哎呀，今天我诗歌没怎么练，但是呢也唱下来了，感谢主。然后说，哎，我马上就要过节了我们诗班是不是要预备一个节目这个诗班人有点少，看谁能加入，赶紧拉些人进来。还有就是说，哎呀，感谢神，今天讲到的主题刚好跟我们唱诗主题一致，同感异灵然后有人说现在网上都有很不错的讲道所以这个主日的服事讲到这些准备要不要充分无所谓，好好传福音，好好关爱更重要对于讲道的人来说最近很忙，讲道我就不花时间准备了，求神带领吧。或者是说，哎呀，我的讲道不能算是讲道吧，就是分享吧现在我们请某某牧师来为我们分享我们主日崇拜背使徒信经背了很久要不要换一换，改背主祷文尤其对于领会的人，有些时候会问会众就是阿门，是不是？然后他期待会众也说阿门，这样做好不好呢？或者主领说我们把时间交给谁谁谁我们请某某牧师来为我们祝福。你说这些好像没有什么问题等我讲完你就意识到有问题了还有就是你有没有想过这些问题？我们该怎么选诗歌？说有些人对传统诗歌没有兴趣了，现代诗歌好像也比较肤浅这是很两难，怎么办呢？有的人去过天主教或者是东正教的崇拜，他一进去就有那种崇拜的感觉。他说：“我们是不是也要布置一下会场，让我们的教会也有这种所谓的神圣空间的感觉？”还有灵派的教会，他们会跳舞。我们为什么不跳舞呢？还有就是说，有些时候听完道是不是有个讨论比较好那么这样的话，尤其是有幼师的家庭，父母就会说，那就让他们作为英文崇拜的一部分，他们去讨论一下主日的讲道不好吗？那
听说主日崇拜是来亲近神、与神相遇，那怎么样才叫做亲近神、与神相遇呢？我怎么知道我真的亲近神、与神相遇了呢？这些都是崇拜当中的问题。我们提出这些问题，并不是说要给大家每一个问题都有解答，但是告诉我们为什么有这样的崇拜，我们设计的这个程序是什么。这个崇拜流程就是我们教会现在目前的崇拜的流程。我们开始有序乐，然后呢有宣召，然后有个开始的祷告，有信仰告白，然后敬拜赞美团队，然后认罪宣誓，然后有读经，然后有回应诗歌。这个回应诗歌是诗班或者儿童线上每月各一次，然后有讲道，然后还有一个对讲道的诗歌的回应，奉献、颂荣、祝祷、欢迎新朋友，报告事项，还有圣餐。圣餐是跟英文堂联合到一起的。那如果有慕道友或者是新朋友来到教会说，你们教会为什么有这样的程序？这个程序怎么制定的？这个程序内容可不可以换一下？可不可以删一删？你该怎么回答？你可以回答吗？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搞清楚这个我们为什么要有这些崇拜的程序？这些崇拜程序的顺序，甚至是它的位置，都有怎样背后的神学的含义以至于我们自己首先知道我们为什么有这样崇拜，对不对？包括你选诗歌的时候，你也要知道我为什么选这些诗歌。所以我们简单来看主日崇拜的一个定义那主日崇拜的一个简单的定义是什么？就是在特定的时间和特定的地点，由我们一群基督徒奉主的名一同聚集，然后以一套可见的仪式重现三一上帝的所言和所行，来彰显上帝自己，彰显他的所是，他是谁。讲白了就是说，我们的主日崇拜的目的是为了展现或者是重现神他自己是谁，展现出他的行为，展现出他的荣耀。所以主日崇拜跟私下的个人的崇拜，跟小组的团契的崇拜那是不一样的。主日的崇拜是专注于神自己的，我们要把人带到神的面前，让人遇到神。所以这个结果是什么？如果能够很好的彰显出神自己，那么这个结果就是真的就是这个弟兄姐妹来到这里的时候，他能感同身受的感受到神就临在我们当中，圣灵在我们里面会做有这样的一个回应的印证，你真的就是朝见到了他，真的就是遇见了他。那我们怎么来彰显呢？一般来说，我们的内容都是神说了什么神做了什么，然后呢，我们该怎么回应？所以主日崇拜的所有的流程都应该以神他做了什么，他说了什么，他是谁为一个根基，然后呢，包括人对神的一个回应，我们该怎么回应，而不是人的感觉，不是我感受到怎么样所以这个不是一个感官的问题，这是一个神真理的。为什么叫在这个心灵和诚实在灵跟真理当中的敬拜，这个是关键的那这个彰显的面向是什么？一方面我们在崇拜当中纪念过去，纪念神的作为，他成就的美，他成就的这个救恩。同时呢，你看有个预尝未来那所以你在选诗歌的时候也要想一想那些尤其是指向未来、指向盼望的。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崇拜的最后一个结束的有这个祝福差遣，对不对？也是说指向未来就是差派大家进入到这个社会当中来去服侍神。那彰显的方式呢，我们有语言有动作，对吧？我们语言一般就是用诗歌祷告读经讲道或者是个人见证等等，用这种话语的方式展现出来。那动作呢，基本上就是有圣餐节气，还有其他的一些礼仪。但是一般来说这个语言的方式是最主要的，对于我们这个新教来说。那么主日崇拜的一个圣经基础呢，我想我们简单来看一看在旧约里面有一些很重要的地方是神特别呼召他的百姓来敬拜他，而且定下了规矩该怎么来敬拜他。到了新约以后，你发现这个敬拜呢更加的广泛，不仅包括了外邦人，同时还有很多的仪式，很多的这个内容被加入进来。比如说我们简单来看在旧约，在旧约里面，比如说在西乃山的时候那么你会看到在出埃及记里面，神是怎么样让摩西来去呼召他的百姓来遵行这个神的旨意。那所以有个很清楚的原则，就是上帝呼召神的子民来遵行，上帝说话，神的子民来回应
所以在你去看出埃及记19章、20章里边，你都看到了，在这样的一个聚会当中，它是神与人的双向互动就是说不是单方向的，是双向的，神跟人的一个双向的互动。所以在主日的崇拜当中，我们就要有一个最基本的元素，就是我们一定要跟神有互动，有从神来的话语，有从人来的回应，这个是很关键的。这也是我们在设计主日崇拜流程的时候，它每一个环节都展现出神跟人的互动。当然，在这个之前有崇拜前的准备，那同时呢还有秩序神有在旧约里面是讲得很清楚，你们该怎么样来崇拜、来见神进入神的圣山，你需要这个有一定的礼仪当然到了新约呢，这些礼仪很多都没有要求。更多看重的是我们的内心。那同时呢，当以色列人有了圣殿以后，那这个崇拜就更加的清晰了。我们看到在没有圣殿以前，有帐幕的时候，神的荣耀降临透过帐幕与他们同在。到了圣殿的时候，它有一个具体的地方了就像我们有教堂一样。那这个时候，这个圣殿就展现了神的临在，是分别为圣的。这个圣殿就不是一般人能够进来的。它里面就有分不同的这个层次大家都知道，有外院有内院对吧？有圣所、至圣所等等，然后同时还有专门的祭司来作为一个像中保一样的，它预表基督嘛，对不对？在神跟人之间作为一个中保带着百姓的罪进入到神的祭坛面前来献祭，然后呢代表上帝呢来宣誓来去赦免百姓的罪。所以他们整个的这个圣殿的礼仪就是献祭。这个核心就是透过献祭那这是一个新的要素被加入到这个崇拜的礼仪当中。当然那时候他们有形的祭，就是献动物献这个钱财献这个果蔬等等。还有一个无形的祭那他们就是说要用的诗歌、用的祷告当成这个祭物来献上，是吧？这就是旧约里面有讲到嘴唇的祭等等。那最后还有祝福那每一次的这个聚集当中，祭司尤其是不管是这个摩西也好，还是亚伦他的这个利未人的子孙，他们都是神都特别讲了，你要怎么来祝福以色列人，你要这样说，就是把祝福的话，上帝都已经交给这些祭司了。所以你也可以看到有些牧师他们很喜欢用这段经文来祝福，因为这是上帝亲自设立的一段祝福的可以说是祷文，对不对？说愿耶和华赐福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他说你们就要如此奉我的名来给以色列人祝福，我就赐福给他们。到了新约以后呢，你看到更多的崇拜的核心转向到了基督的身上。转向到了基督的事迹，因为在旧约是预表基督的工作嘛，对吧？新约基督的工作完成了，所以我们就更加的把崇拜的核心放到了基督的身上。所以在这个当中你看到主日崇拜里面，我们的讲道也好，诗歌也好甚至加入了圣餐这是新的仪式进来，那这些都是指向基督的。我们纪念基督的降生，他的受死，他的复活再来，我们预尝复活的盼望，天上的宴席。我们看到有很多的新约里面的这个颂咏，对不对？尊主颂撒迦利亚颂等等西缅颂，都是在赞美来这个赞美神来去纪念神他给我们所预备的救恩。所以基督徒的主日的崇拜由此呢就是以三一神为中心的，同时呢加上圣道跟圣礼作为两大架构来去设计的。所以你在一个崇拜当中这个以三一神为中心呢，这是从旧约到新约都是这样的。只不过到了新约以后呢，我们更加突出三一神的圣子他的工作。那然后呢，两大架构就是圣道跟圣礼。那其实圣礼呢，也可以被称作为看得见的圣道就像我们说，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这是我的宝血，这是一个圣礼。那同时呢它就是以看得见的道的样式，然后呢进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所以圣道跟圣礼呢是缺一不可的。那到了初代教会，你就发现初代教会就已经比较有成型的主日崇拜的流程了这个崇拜的模式都已经稳定了那当然他们的音乐的风格这些很多还带有犹太教的这种风格。那
这个里边他们包括有赞美、有祷告、有唱诗、有读经、有讲道、有奉献啊。第7个认罪，我是特别把它标出来了。在初代教会其实不，因为这个是一脉相承的，从旧约就开始了，对吧？你要登耶和华的山，进耶和华的殿，你首先要自洁，你首先要认罪，首先要献祭来让神不听罪人的祷告，对不对？你如果不认罪，你没有办法来朝见神，所以这个是一脉相承的。所以认罪这个环节在初代教会早就有了。然后当然他们还有亲嘴问安啦，有圣餐当然还有一些特别恩赐的运用，这些是初代教会。到了这个宗教改革这个地方，大家可能看得不是很清楚啊。到宗教改革的时候呢，那么这有2个礼仪哈，一个是这个加尔文日内瓦的崇拜的礼仪另外一个是布设的他们都是差不多就是一开始都是有认罪，然后有赦罪的祷告，然后有唱诗篇，然后有这个感恩的祷告，然后读经有讲道，然后圣餐有奉献，然后呢有代祷有主祷文最后还有这个就是分饼和杯祝福等等所以你看到从初代教会一直到这个宗教改革的时候，那整个敬拜的元素都是差不多的。那在什么地方开始有改变了呢？其实是到了19世纪的时候，这个崇拜的慢慢开始有一些调整，尤其是到20世纪，我们后面会讲。17到19世纪呢，那么这个时候有几个很重要的运动产生，一个就是清教徒的运动，尤其是在这个诗歌的方面呢那这个时候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唱了很多的这个福音的诗歌，像这个 Isaac Watts 等等这些他们就做了很多很美的在当时的这些诗歌不仅旋律很好，而且呢它的神学的深度也很好。那然后呢，到17世纪有这个敬虔主义的产生那么这个敬虔主义的产生呢更多就是让大家在家里面自由的聚会就没有像以前那么高派教会的那种礼仪。那他的诗歌呢，更多是描述耶稣教会和我个人的一个关系就是说描述神跟人个人的一个关系。那后来这一部分人他们移民到美国，那也后面对北美的整个圣乐的水平也有很大的提升。那尤其是这个奋兴运动大家知道大觉醒的时候那这个约翰卫斯理兄弟他2个他做了大量的诗歌，他们的诗歌就是注重悔改个人跟神的关系，而且他们很这个注重发挥平信徒的恩赐，他们有很多平信徒的讲员，然后以街头布道传福音为主所以出现了以布道会模式这个进行的主日崇拜的现象。那这个慢慢发展就成为了我们所谓的这个以慕道友为核心的主日崇拜的这种聚会的模式那么当时像卫斯理查尔斯卫斯理他们创作了大量的诗歌他们可以说是现代福音诗歌的鼻祖。然后这个到第2次大觉醒的时候呢，在北美，那这个时候有更多的奋兴的运动产生，很多的诗歌，黑人的白人的灵歌等等这些都就是说进入到教会当中。然后18世纪呢，那个主日学开始产生了然后呢就有一系列的跟这个主日学相关的这个不仅是说儿童主日学主要是这个成人都有了那就有很多的这些诗歌进来。然后到了第3次大觉醒，可以说19世纪这个城市复兴运动的时候，又有很多福音诗歌进来那我们都这里边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人那这些福音诗歌跟传统圣乐的区别是什么呢其实你只要记住一个你就知道了就是福音诗歌是有副歌的，传统的圣乐是没有副歌，所以你看到那个只要有副歌就是重复的那个就是福音诗歌，那个就不是传统的圣诗那福音的诗歌更加接近流行的这种歌曲流行歌曲一样，那它是有一定的商业价值的，所以说它是有版权怎么样等等。那以前的传统声乐就没有这些了。那内容主要是以福音为主的，以罪救赎个人经历，有点像见证的诗歌，更多是主观的人的感受，更少是客观的。当然这不是更少客观是对神的但这个也并不一定是绝对的。好，接下来很关键的就是进入到20世纪，到了上个世纪的时候呢，由于
整个后现代的思想进入到这个世界当中，人们开始追求一种体验，尤其是宗教体验所以在这个当中，天主教内部有改革他们有他们的崇拜形式呢开始向新教靠拢那么诗歌，新教的诗歌呢，很多就出现了很多心理的词汇，就是描述人的孤独寂寞或是人对神内心的这种需要。然后呢，就出现了所谓的敬拜赞美的运动，就是受灵恩这个运动影响的。那么这种敬拜赞美的运动呢，它其实是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了，我就不赘述了。它有很多的特点，它使用现代的语言、现代的音乐，不拘于这个氛围它是比较很喜洋洋的这种庆祝，然后大家都可以投入这个肢体的动作表达等等。但是它有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它会较少涉及对罪的悔改。所以你看到为什么慢慢的，我刚刚讲的那个赦罪认罪的环节，从初代教会一开始就有，一直到了19世纪、20世纪，将近2000年，教会都有崇拜礼，一直到今天，天主教、东正教他们也都有。为什么到了新教开始少了呢？或者是慢慢消失了呢？就是因为这个灵恩运动的影响，所以我们慢慢的忽略了这个对罪的这种悔改。所以你看到这个现代敬拜赞美的诗歌呢，很多的问题，它只是感谢赞美，但是内容非常的肤浅，它很多是挑起人的这种情绪的起伏，然后误认为这就是圣灵的工作。很多时候其实是一种情绪的操控、心理的暗示，是一种音乐的氛围其实你知道，如果你去参加过那种演唱会你喜欢的偶像的演唱会，你也会感动的一塌糊涂的，你也会很兴奋，那个是音乐所塑造出来的。它容易让人自我为中心，然后崇拜就变得更加的娱乐性、消费性，而这种圣诗的教导的作用就大大的下降，因为它的诗歌的歌词本身没有什么神学的深度所以这个是我们要注意的。那所以这个会牵扯到我们后面会讲怎么选歌的问题。那还有就是我刚刚提到的因为这个19世纪开始产生这种福音诗歌，然后呢福音的布道会的运动所以呢就会有这种所谓 seeker sensitive 的这种主日的崇拜。它原来它其实不是崇拜但是呢它慢慢这个影响了主日崇拜的目的和模式那么比较著名的一般的一些 mega church 都是这样的。如果你去 Willow Creek 去参加主日崇拜，你大概就能感受到他们是这种 seeker sensitive 的他们 sensitive 到一个程度，他们的教会里面是不能放十字架的，因为他们想，如果慕道友有不同宗教人士，对吧，穆斯林或者其他，他来看十字架，他不开心不高兴你的崇拜他就不会来参加，对不对所以他很 sensitive 到一个程度，就是他希望可以所有的人都可以来进入，都可以这个包容所有人进来那一般来说，有的教会呢，他会专门举行一些这种慕道者的聚会，而不是在主日的时候用这个慕道者的这种聚会的模式好，那么所以你看，我们简单总结主日崇拜的历史的演变那其实从初世纪一直到这个17世纪，基本上都差不多，整个主日崇拜的流程形式和内容都是差不多。到17世纪以后呢，开始有一些转变那这个转变呢，就是你发现这种从一种强调人跟神的关系，以神为核心的一种敬拜，慢慢的变成了我们人的一个感受那所以那个诗歌也是一样，慢慢世俗化，它的焦点不在音乐上而是在这个歌词，就是音乐是为歌词来服务的那么这个崇拜的中心就是从神转向人，就是想人怎么能接受福音，对不对？还有呢这个讲到的内容诗歌的歌词的这个神学的深度呢降低。那这个崇拜的程序呢也不讲究那么多章法，反正就是觉得差不多就行了顺序也无所谓，有没有什么逻辑呢也没有关系，风格可能也不一样也可以只要大家觉得不错都可以安排进来所以这个就是到了20世纪以后，这个主日崇拜的一种就有点感觉，就是在这个初代教会到宗教改革的时期，大家都有一套标准化的崇拜的礼仪大家都认可的。可是到了20世纪以后呢好像就每个教会的崇拜都不一样了
那么这个是我们讲的是跟灵恩运动是分不开关系的，因为它的这种特点就是它不拘形式，它唱什么歌，你跳舞，你干什么都可以，所以它就会为了适应大部分人的需要，它就是用一种比较简单的旋律，易学，而且是这种中央音域的重复，不断的重复，熟悉的和弦进行，节奏很活泼，令人兴奋，满足情绪，很容易把你所谓带入到那种敬拜当中。那这些歌呢就出现了，那这些就被称为所谓敬拜赞美音乐。那负责带领聚会的就叫做 worship team， 对不对？那当然除了钢琴以外，他们也可以用不同的这个乐器，除了领唱之外，可能也有另外2个、3个伴唱者等等。那这种问题就是在于什么呢？就是你看到它的特征呢是更加抒情的，不拘于形式。它是表达人跟神的一个亲密关系，所以它的诗歌里面更多是以你和我而取代神跟我们都是你看我渴慕你啊，求你怎么样我主开我的眼睛，等主我需要你我们怎么样那你看到它整个的一个重心都是放在我们的就是说跟神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当中那么而且你的这个歌词呢，很多它也用一些比较形象化的字眼捆绑和自由生命和死亡，爱情、力量、牺牲等等，是为了激发敬拜者的情绪。那么这个是当今的这个主日的诗歌还有崇拜的诗歌的一些的特点我们要有意识知道他们的特点。那这些其实是更多受后现代的影响那大家记住这些，后面我们讲选诗歌的时候，我会给大家举这些例子让你看为什么有些诗歌它不适合在主日崇拜用为什么有些诗歌它不适合来选来唱，这个是很重要所以我们来简单讲一讲主日崇拜前的一些准备首先你要预备心，在圣经里面不管是旧约还是新约都是非常清楚的，你不要临阵磨枪你必须要在主日崇拜以前就预备自己的心。所以有很多这个比较保守传统的教会，他们就建议弟兄姐妹在周六晚上就开始好好预备自己的心，不要去这个娱乐活动不要去什么，就是周六晚上好好的祷告，来预备自己的心，星期天早上来敬拜神，要有一颗清洁的良心是不是？你看在旧约里面，神的规定是很清楚，你还要洗澡，还要洗衣服，是不是都讲得很清楚？你都不能穿脏衣服进来，是不是？然后呢，等等这些事情，就是旧约就规矩得很细，当然新约没有。可是神是看心的，但同时呢，我们说神看心不看外貌，没错。但是你的心是对着神，就好像你去这个有一个参加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场合，你肯定要把自己打扮好嘛，是不是？那么这个就是说你的心一定也表现在外面的这个行为上，是吧？所以我们尽量避免在崇拜前后安排一些其他的个人的私事是不是那个如果你一直心里想着哎呀这个我聚完会要马上干什么事情马上我要去超市打折，要去买菜，是不是等等那这个其实都是神不喜悦的，因为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就是把这个时间分别为圣除非那些很重大紧急的事情之外，我们就是把这个时间归于神就是来单纯的来寻求他，来敬拜他我也听说有些人说有人问说什么叫办自己的私事呢？就是说他刚好就是说我要有一个朋友好久没见了，想跟他聊天，就说刚好明天组织聚会，我们就约在教会见这样的话就省得跑了，是吧？我们反正都要聚会嘛，就去教会见，然后去教会见其实就是他俩去聊天，是吧？那你这个就不对了，你的动机就不对了。虽然你来教会聚会了，但是你的目的不是在见神的，你是见那个人，对吧？那这个就不对了嘛，是不是？所以我们要预备好我们的心。然后呢，这个敬拜的总原则就是在心灵和诚实嘛，就是圣灵跟真理当中那这个敬拜它的你就知道它的源头是来自于圣灵，圣灵的带领。如果没有圣灵的感动和圣灵的带领，我们不可能以神的灵来敬拜的，是吧？那这才是关键我们是要以神的灵在圣灵当中来敬拜，同时要按照真理的方式来敬拜那在旧约里面，摩西是讲得很清楚的，对吧？就是你们该怎么朝见神，在什么地方，在什么时候，而且呢，你要这个以色列人众人面前要念这个律法，念这神的话让他们所有的人都要遵行这个律法等等等所以在旧约里面神讲的都很清楚
你一定要把神的话、神的律法、神的诫命、典章要展现出来，让人们知道，对不对？所以呢，我们要知道主日这个崇拜，明白主日是什么？主日是主的日子，主日就是主的日子。那在旧约里面讲的安息日，那个特别讲到是神的创造的第7日的一个安息，它定为圣日。那当然在诗篇118篇里面已经有提到这个未来的耶和华所定的日子，那这一个是特指的这个日子，特别是指向基督的日子。那后来基督复活以后，我们就以基督的复活定为主的日子，对吧？定为主日。所以这个主日很明显跟基督是相关的，跟他的救赎是相关的，对吧？我们的崇拜一定要展现出基督他的属性这是很关键的。所以我们明白这主日的意思。那同时我们也要明白，地上的崇拜是天上崇拜的预尝。大家还记不记得，其实保罗在哥林多这个前书里面有讲到说，他当时讲了门头不门头的问题，但是他特别有提到说，在敬拜的时候还有谁参与呢？还有天使的参与，对不对？在这个启示录里面你也看到，在天上的这种敬拜是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的。所以我们地上的敬拜呢，其实是我们跟天上的敬拜同时的一种参与，或者是说对天上敬拜的一个预尝就是我们进入天上崇拜之前的一个实习，是吧？你看到圣经里面有讲过天上的崇拜是怎样的一种崇拜，这里面经文我就不读了那还有你要明白，我们的主日崇拜跟其他聚会是不同的，我们唯一的目的在主日崇拜是来敬拜神你不要把其他的聚会的目的带入到主日的崇拜当中。所以其他的聚会，你不管是培灵会布道会祷告会小组聚会、退休会，这些你都可以有不同的标准来去选择诗歌，来去带领敬拜的方式。但是主日的崇拜就要按照主日崇拜的方式来做，就是这样。它是一个公共崇拜，它不是一个私下的崇拜所以我们的事工呢，也要知道，我们不要把这个结果当成目的，就是说敬拜才是我们教会最重要的一个事工，敬拜才是我们教会存在的最重要的一个目的。没有踏踏实实的敬拜，其他所有的事工都是草木和谐的工整你的什么我们有查经、主日学、门训、探访，这些都是很好的，但是教会存在的目的是什么？刚刚我们已经都看到了，就是带领神的百姓来敬拜神，这是最核心的这是我们一切的根基的根基你更不要把属世的目的带入到主日崇拜当中，不要做广告，对吧？不要在这拉生意，对不对等等所以我们要分辨主日崇拜跟其他聚会是不同的。我们的目的是来敬拜神的，是特定要来朝见神的，是来到神的面前，不是来到人的面前这个不管是旧约还是新约都有这个圣经的经文说，我们是特来朝见神的，而且都是带着礼物来的，对不对所以我们是有点像那个献祭一样的，是吧？我们把我们自己，当然最重要是把自己献上。那同时呢，我们的祷告诗班这些都像古代的就是那个旧约的这个祭司向神献祭一样的献上嘴唇的祭嘛，对吧？透过各样的仪式，带领会众来向神献祭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明白各个崇拜流程之间的这个目的了，它为什么要有这些顺序，为什么要有这个流程那么以圣道跟圣礼为两大架构，对吧？圣道我们刚刚讲了，那就是人要听见神的话，明白神的心意，知道神是谁，这样才可以使人产生信心。圣礼呢，是让我们经历神所做的经历神所做的，然后呢使人的信心有根有基。所以崇拜的目的不是为了传福音，它是有人信主，那是你的崇拜的一个结果所以我们崇拜的目的就只有一个，就是来敬拜神的。所以如果你看在新约里面讲到这个故事的时候，就是当时耶稣复活以后门徒还不知道，是吧？然后以马忤斯路上有2个人他们就打包回府了，回家了，是吧？在路上耶稣就跟他们讲，他们还是没认出来。你看到什么时候这些人突然信心被建立起来是什么时候呢？
如果你看到一开始的时候，耶稣跟他们讲道，对吧？耶稣把从众摩西到从先知到从摩西到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跟他们讲明白了。然后他们还往里面走，然后呢，这个时候日头平息了，这个时候耶稣就怎么样了？就拿起饼来掰开递给他们，这是一个圣餐的动作，对不对？然后呢，就祝福他们，然后这个时候他们的眼睛明亮了。所以你看到，在耶稣跟这个建立这两个门徒信心的时候，是有圣道，有神的话，对吧？耶稣把所有的关于旧约的这些道都跟他们讲明白了。同时还有什么？还有圣礼。给他们掰了饼之后呢，他们的眼睛明亮了，他们的信心就被激发出来，然后他们就怎么样？要回到耶路撒冷为基督做见证去了，是吧？所以这两个都是不可或缺的。所以我们该怎么样？我们要时刻准备好这种回应啊！所以保罗也说，我们不仅要用灵祷告，也要用悟性祷告，要用灵唱歌，也用悟性唱歌，是吧？所以我们的理性、我们的悟性和灵性要合一你要知道你唱的是什么，你要知道你听的是什么你要知道我现在做的目的是什么，对不对而且整个的环节和环节之间，它有一定的逻辑的关系是吧？所以如果你看在旧约里面的崇拜礼仪，你知道诗篇嘛？诗篇很多时候写的时候，它就是为了崇拜而写的。比如说诗篇136篇整个这个篇就是一个崇拜的时候用的一个诗篇那怎么用的呢？如果你打开，我只截取了一部分如果你打开，你就可以，那它就是一个很清晰的起印的经文那个带领崇拜的人就读一节，然后呢会众读一节我们就读这几节后面其实很多我没有写出来那我读起，你们读印，好不好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你们要称谢万神之神，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你们要称谢万主之主，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后面还有很多，你发现你们所念的都是一句话，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整个诗篇136篇就是这样的一个结构，它就是一起一应的方式让人能够来回应所以为什么我们在我们的这个讲道后面有回应呢？有回应诗歌，对不对？我们的这个祷告后面有回应呢？我们的这个起印经文为什么要有起印经文呢？这个是从旧约到新约一直都有的这个传统，就是表明什么呢？表明神跟人跟神之间这样一个互动，神的启示和人的回应。所以基于这样的一个目的那我们整个的流程的设计，每一个环节都是展现出神跟人的这个互动的回应。我一个一个给你们讲首先这个序乐就有点像什么呢？像一个预备开始，是吧？就是告知神的子民现在要开始崇拜了，大家预备好自己的心所以如果序乐一旦开始的时候，大家还在那讲话，这是很不好的因为你这个时候就知道我们要带着我们一颗敬畏的心来到神面前敬拜神了。这是神跟人的互动的一个序幕的开始，然后就是宣召这个序乐就是神这个，你看这个方向性是神对百姓的一个呼召，对吧？呼召百姓来敬拜神了。然后呢，宣召就是主领代表神来呼召神的百姓前来敬拜了。所以主领会有一个宣召经文，刚才我们也读到类似的这种宣召的经文。然后我们就有一个这个十里的一个祷告当然有时候这个宣召跟祷告是放到一块儿的。这个祷告呢是一个赞美的祷告，感恩的祷告，是主领代表人向神来献上这样一个感恩的祷告。然后有信仰告白，信仰告白就是我们神的百姓向上帝的一种认信，就是说我们对神的这种信仰是什么，承认我们对他的信仰是怎样的这个方向是神的百姓指向这个上帝。然后呢，我们会有这个敬拜赞美。这个敬拜赞美呢，就是神的子民以歌声以诗歌作为祭来献与神这个也是从神的百姓到神的这个方向。然后我们有认罪宣誓，认罪宣誓就是神的百姓向神来认罪，然后呢，上帝呢对他百姓的一个赦免，这有一个互动的一个双向的。然后有读经，这个读经呢，就是神用所读的这个。就是用我们所读的这个经文对他的百姓说话，就像当年上帝让摩西要当着百姓的面读这个律法一样
啊，这是一个。然后呢，会有这个我们有回应的诗歌，回应的诗歌一般也是对神的话语的一个回应，也是从神的百姓到神的这个方向，对吧？然后讲道的话，就是神透过讲员来向神的百姓来说话啊。然后有这个包括后面这个祝福也是一样哈，就是神透过讲员的口来给百姓有祝福，这都是神对人的这样一个方向。然后有回应的诗歌哈，那就是对神话语的回应，人到神的方向。奉献呢，那就是我们以对神的这个道啊，对神的这种感恩的心来献上礼物，这也是神就是人到神的方向。然后有颂人三一颂，这个也是以颂赞当作祭物来献给神，从人到神这个方向。最后有个祝祷，这个祝祷呢也是什么？也是神对百姓的这样的一个方向，一个祝福，对不对？然后我们就结束了。所以我们之前为什么会把欢迎新朋友这些都移到后面去呢？家事报告大家注意到这个顺序的调整，是不是？以前是在之前的，为什么移到后面去了？因为这个不应该算是主日崇拜的流程当中，因为那个家事报告和欢迎新朋友那个是人跟人之间的关系，那个方向是没有指向神的，是神子民的互相的一个交通，所以呢才把它移到这个就是我们祝祷阿门颂之后就结束了，对不对所以这个是有这个原因的好，那当然圣餐呢，因为我们要跟英文堂合到一块，按道理说圣餐其实应该放在前面但是因为要跟英文堂在一起那我们就这个没有办法，就只能把它放到这个英文堂开始聚会之前那还有些之前上周也有个姐妹问我说，哎，那为什么她说我们这个以前比较传统的教会都是把认罪祷告放在前面的这个的确是这样那我们这个不管是从初道教会还是到宗教改革以后，那一开始你看了刚才包括我给大家看那两个崇拜的案例它都是把认罪是放在前面那当时是为什么我们这样调整呢？我们把它放到后面了。当然不是说放后面不行，而是因为我们尽可能的跟原来的程序保持一致因为原来这个是一个祷告，就敬拜赞美团队之后是一个祷告的环节，是吧？所以我们就把那个祷告变成了认罪宣誓的祷告，所以是没有调整它的位置然后在这个开始敬拜的时候加了一个这个就是说十里祷告，开始的祷告，然后把唱的诗歌从读经之后移到了讲道的后面，就做这个调整，其他都没有任何调整了。那当然还有就是那个报告事项这些移到了这个主日崇拜的这个核心的流程的最后，是吧？所以你要知道每一个环节都是神跟人的互动，是吧？神的话语、神的所在和所示，以及人的回应。这样的话，我们就明白说，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是献上祭物献给神有神对我们的启示和我们人对神的一个回应所以呢，我们就来讲讲我们来服侍神的人，作为不管是敬拜赞美团队的同工诗班，还是这个主领的同工，我们都要知道，我们来服侍神，我们是按照心灵和诚实，对不对？来敬拜神。我们首先自己要是一个敬拜的人我们一定要自己的心灵，我们是不是尽心尽意尽力爱神的？我们是不是有真理？对圣经的认识，对神的认识是不是很扎实？这些才能够帮助我们带领别人来敬拜。如果我们自己呢都不知道我唱的歌是为了什么唱的，选了一歌都是一大堆问题，那你怎么能够帮助别人来敬拜呢？是吧？所以我们自己的生命很重要，我们是怎样的生命，就可以带领人进入到怎样的生命当中。你看在圣经里面有很多的这个例子这一个同工，首先他要是呼召的，他如果不被呼召因为你知道我们来教会里面不是教会说有需要做事情做，而是神呼召你来做事情。不管是旧约还是新约都是一样的，不是出于你自己的个人兴趣专长，不是出于你对教会的同情，不是出于你觉得哎呀教会需要我要干事情，或是别人的情面或者是我逼你做事情你都不要想这些，不要出于自己，就是出于神。你有没有神的呼召来服侍神？不管是全职的还是非全职的你只要站在服侍的这个岗位上，你都要想我是不是被神所呼召出来的。我们如果没有这个呼召，我们要小心
第二个很重要，当你被神呼召出来的时候，你有没有一个顺服的心？你有没有顺服圣经里面所启示的崇拜的模式？是不是遵循教会崇拜的礼仪，基于圣经的礼仪？是不是要维护崇拜应有的秩序呢？如果你是同工，对吧？大家都一开始敬拜了，所以大家要安静了，结果你作为同工，你还在那聊天，是不是？你都没有很有意识来维护崇拜的秩序啊？那我们怎么带领别人来敬拜呢？别人会看的啊，这种就这个是很不好的影响。因为我服侍的这些教会当中，我发现，当我跟一些慕道朋友啊，还有一些刚进入教会的信徒聊天的时候，我都发现他们会特别关注一个，就是这些教会的元老，这些教会的服侍同工，而且他们讲的这些话是传不到这些同工口里面，因为耳朵里面，因为他们不会直接去说，他们会说，你看那个人。啊，他们的教会长老不是讲他在耍手机，而我说你咋不好好听到你看人家长老在干什么？但是他们就是这样的，是不是？他说你看这个，所以你知道你作为服侍同工啊，如果你没有一个谦卑顺服的心，别人会都在看着你，人家不说，他不会直接对那个长老说，但他会私下说，他就对这个教会的印象就觉得这些人不敬畏神，他不愿意来。啊，第三个是忠心，对不对？我们就是分别为圣的，我们要不要？啊，这个有个尾声，是不是？你看当时的祭司很不容易的，他们是昼夜供职啊，24小时轮班倒的，在圣殿里面，那个圣殿里面那个蜡烛是不能熄的，那个油要每个小时要换的，啊，就是这样的，对不对？还有专门是负责唱歌的，那好多诗班轮回唱的，是不是？还有就是谦卑，对不对？啊，我刚才也讲过了哈。那我们怎么样来预备主日的崇拜？我们再次回顾主日崇拜的定义，是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由基督徒奉主的名一同聚集，以一套可见的仪式重现三一上帝的所言和所行，彰显上帝自己，啊，就是彰显他的所事和属性。所以我们要思考我们的崇拜当中，我们选诗的时候，我们怎么样能够让会众向他们衷心地展现出上帝的所言所行和所事，这个是核心。就是我选的诗歌展现出神的作为吗？展现出神是怎样的神吗？对不对？展现出神的这个他的属性是什么呢？他的风格是什么呢？对吧？当然你还要以会众能够接受的方式来展现，对吧？啊，所以有些诗歌你选的时候，你要顾及到不同人的层次和感受，对不对？啊，有一些诗歌呢是基督徒听的没有问题的，但是慕道友听都听不懂的，啊，这些诗歌我们选的时候也要小心，是不是？啊，以前我们有一次崇拜的时候，啊，唱坐在宝座上的羔羊，我们都来敬拜他。那有个慕道友后来就问说：“你们基督徒为什么敬拜一只羊呢？”啊，他又不理解，当然我们都理解，但是对于他们来说，他们没有办法理解，啊，所以这个是怎么样能够更好的以会众的能够明白的方式来去。啊，这个能够接受哈，这个很关键。那还有就关于领会了，我就再提啊这个领会的事情啊，然后我们就会提到讲这个诗班选诗的问题了。首先，这个领会呢，我们有时候也讲叫主理或司会啊，司理。华人教会常常成为主席，时常沦为崇拜节目主持人啊，这个我都讲过了哈，我们不是崇拜节目主持人啊。那属灵的素质的要求，就是至少作为领会的，需要有圣经有关长老相应的资质。那我们在带领会众来敬拜神的时候，你要知道你的一个角色。有些时候你是代表神呼召人来到神面前，有些时候你是代表人向神献上祭物。好，所以这个方向性是很重要的。所以为什么有些诗班他们唱诗，有些诗班是面向会众的，有些诗班是跟着会众一起面向讲台的。啊，它是有一个这种。不同的方向代表他的这个到底他是向谁唱的啊？你知道吧？这个很关键。那所以你要带领会众以心灵诚实来敬拜神啊！你要对各个环节有足够的认识。我们宣召、祷告啊，这些所有的讲到所有的环节，你别卡壳了啊！你如果卡壳了啊，大家就会觉得你对这个你就没有提前好好准备，是不是？啊，同时呢，也要跟这个诗班领诗的同工之间要这个沟通好。啊，别到时候唱的回应诗歌你都不会唱，是不是？那就很麻烦了，啊，那这个会极大的影响，哪怕那个诗歌写的再美，你唱不出来，那也没有用，
对不对啊？所以一定要提前练习，提前唱，而且你各个的转接，从一个环节到另外环节，你要清楚的明白环节之间的意义，也要清楚的表达，传递给会众，让会众知道各个环节的意义是什么啊，包括因果的关系啊、递进啊等等，让会众能够明白现在崇拜在一个什么阶段，会众该如何有效的参与，是不是啊？着装的话，我们尽量正视。所以我之前也给大家举了一些例子，这个我们一开始的问题也提到了，对不对？我们就讲了现在请某某牧师来给我们讲道，是不是？那你这个就好像是牧师来给你讲道，是牧师讲的话，但是你应该讲我们请某某牧师为我们宣讲神的道，是不是？这个很清楚的，对吧？但是讲的是他讲的是神的话，他不是讲他自己的话对不对？这个传递的概念让会众就能感受到是不一样的。我们现在是来听神的话，对吧？现在我们来背使徒信经，我背使徒信经干什么呢？我为什么要背使徒信经？是不是？所以你看我们那个崇拜的 PPT 上面，我那个大标题都写了，我们以什么？以信仰告白来敬拜神，对不对？所以这个很清楚的，就是说我们要向神来献上我们的信仰告白，这个方向性很重要的。现在请某某牧师为我们祝福，不是他能够给你祝福，人没有办法给你祝福，对不对？我们是以这个信心来领受神的祝福，他是代表神来祝福我们，对吧？还有就是我们把时间交给谁谁谁，是吧？那么这个时候你也要这个就是说，在这个过渡当中的时候，最好让尤其是那些新来人，他不知道这些是干什么的时候，要把它讲清楚，对不对？最好是这个职分而不是讲人，别人也不知道你是谁嘛，对不对？然后就现在是圣餐的时候了那你可不可以以神为核心的来讲，就是现在我们是按照主的吩咐来领受圣餐，对不对？所以你看到你稍微调节一下这个转接语你就能够感受到，就是说我们整个的敬拜是以神为核心的，是神的吩咐，我们是来听神的话，我们是领受神的祝福，我们是向神献上这个祭物，我们是向神来献上我们的奉献，我们的信仰告白，我们的祷告，我们的诗歌，对不对？那这个就很清晰了，对吧？那会众就知道我们来这里是敬拜神的，不是要完成一个 program 好，这个是主领的，然后再次提醒各位主领接下来就是到诗班的问题了选圣乐。圣乐呢，它之所以为圣，它要有很多的要求不是说是古代的就是圣的，现在就不是圣的，不是这个意思，而是它要满足一些的条件，我们才能说它是圣乐，它是可以用在我们的崇拜当中的。首先它必须要忠于圣经，你不能唱不忠于圣经的歌，对吧？那是肯定不行的。第二个，它必须有对神的一种敬畏虔诚。第三个，它是一个诗歌。我们说唱诗，它首先是一个诗，有些人的歌写的根本都不是诗，是不是？等会我们会举例子你就知道了。它是一个艺术，一种题材，是诗歌。它首先是个诗歌，然后配上音乐，对吧？第四个呢，它一定要表达属灵的含义一定要表达属灵，因为我们唱的诗歌是要把人带到圣灵当中，同时它有一个完整的结构就它如果是在讲一个故事，它是讲一个完整的故事，同时呢，它要建立在信徒共同的经历之上就是我们大家都是要熟悉的，要知道的。我具体举些例子，大家就知道了比如说圣诗必须忠于圣经，这个里面有很多的问题的，我给大家讲。首先我们讲一个最近的比较新的诗歌，比较著名的一个诗歌，可能你们都听过 What a Beautiful Name， 对不对？ Hillsong 它里面有一句歌词说什么？ You didn't want heaven without us。 我们中文翻译的时候呢翻译为你愿万民进入荣耀国度还比较婉转一点，但是这个英文本身的直接翻译是有些问题的You didn't want heaven without us。 那些在地狱里的人怎么办呢？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神真的是这样想的吗？这个是符合圣经的吗？对不对？所以我们这些歌词有容易把我们自己放大所以这个一样的这就能看出他的神学。还有一些诗歌，中文的一些诗歌也是一样的。比如说这个如果你看圣经里面出现圣哉的地方，出现过什么地方圣哉，圣哉，圣哉，只出现2次，一次以赛亚书，一次启示录，都是描述天上的敬拜，对不对？
那个圣经里面是怎么说的？圣哉，圣哉，然后呢？圣哉，几个圣哉 ？Holy Holy Holy， 为什么是3个？对呀，圣父、圣子、圣灵嘛，是不是就这么简单嘛？或者 Holy Father、Holy Son、Holy Spirit。那你唱2个，另外一个呢？你看我们唱那个三一颂的时候都是什么？圣哉，圣哉，圣哉，3次的。忠于圣经，圣经没有说2次，你就不要唱2次。啊 ，Holy Holy， 还有一个 Holy 呢？没有了。他为了这个写词的时候，对吧？那你跟这个音乐要配合，那再加个圣哉就唱不出来了，是吧？但是你不能这样啊！还有，爱从上帝而来，爱本就是上帝。这首诗歌唱过没有？爱从上帝而来，爱本就是上帝。你没有唱过，没听过啊？啊，这个问题在哪里呢？爱是从上帝来的，是没错。爱就是上帝吗？圣经从来有没有说爱是上帝？圣经说神是爱，但是没说爱是神。圣经说神是光，没有说光就是神。那这个光都是神，是不是？那不一样的，对不对？啊，不能乱唱。圣经里没有说爱就是上帝，这个是很危险的事情。还有呢，这个也有很多哈。我们要祷告，神就做大事，万民都披上救恩。大家不知道听过没有？还有提到那个我们祷告就摇动神的手，啊，是不是？大概都是这样的，以人为中心的啊。我们要祷告，神就做大事。你这个因果关系也太明显了，是吧？你不能因为我们要神救，这个太明显了。你说我们祷告神会不会做大事？会的，但是你不能说我们要祷告神就做大事，那好像就是我们不祷告神就不做大事一样，对不对？你会给人有这样的一个误解在当中，是吧？你要审视这些歌词本身是不是有问题。还有呢，就是一首圣诗里面必须有这个尊敬跟虔诚啊，圣诗也要有高贵的格调，尤其是适应于公共崇拜礼仪的体统啊，那个是不一样的。你看这首诗歌，其实它野地的花你们听过哈啊，野地的花穿着美丽的衣裳啊，天空的飞鸟从不为生活忙，慈爱的天父天天都看顾，他更爱世上的人，为他们预备永生的路。其实这首诗歌本身写的倒没有什么太大问题，也挺押韵的啊。但是呢，它适不适合在公共崇拜来用，那就要看它这个诗歌本身写的啊，是不是这个怎么说？是不是有一种高贵的格调啊？那这个如果在小组里面唱呢，我觉得这是 OK 的。但是在公共崇拜当中呢，可能不那么适合啊。而且也会引响一些引出一些歧义，别人慕道友听到就说：“哦，你们基督徒从来不为生活忙，是吧？你们从来不这个担心这些，反正神都看顾你们，对不对？啊，这个也是一个问题啊。你首先看这个圣诗要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格调，还有呢，这个圣诗首先它是要是有一个韵律的诗歌，它是一个诗的题材写成的，所以它要表现出一种最优秀的诗歌的特色，它行文流畅，思想明确。”要有押韵，对吧？高低长短自成家具。所以，一个真正有水准的圣诗是有内涵，而且有深度的，对人的灵性是有深远影响的。这些诗歌我们可能从未听过，但是却可以帮助我们表达感恩的心与基督徒的信仰，这个很关键。在圣经里面有很多这种圣诗啊，旧约里边有摩西的诗、哈拿的诗、约拿的诗，你看这些都有。新约也是玛利亚颂啊、撒基亚利亚颂啊，这些在希伯来文里面新约这个希腊文里面，它都是非常押韵的，非常就是有韵律的诗歌体所以那个它的中文当翻译过来的时候会有一些不一样哈。但是就这个，我想我们你如果从小读唐诗宋词等等，你就知道什么叫韵律，什么叫押韵，对不对？那一首好的诗歌，它也应该有这样的一个押韵韵律在当中。你看，比如说《江南诗选》里面有一首诗歌哈。这只是随便举个例子，它里面有很多都是这样的，它每一句话里面的字数都不一样，它每一句话里面字数都不一样，那这个就是说，你作为一首诗，它要对称，是不是？它要押韵，这个东西呢，它都没有，有的12个字，有的是一个9个字，然后13个字，那这样的话，就是你在这个作为一首从这个诗的角度来说，它就不是一首好诗。
啊，所以你看他有时候唱的时候，他会因为那个字多嘛，所以2个字就一个音，马上就唱过去啊。有的时候少一个字，他一个字就多拖一点时间，拖一个音，是不是啊？那这样其实就他本身这个歌词就写的不是那么美。还有呢，就是一个圣诗，它一定要表达一个属灵的意义啊。那这个属灵的意义呢，就是说它不能只是对个别基督徒有意义的，它要对这样的一个就是一个群体要产生含义，是吧？所以你如果只是那种内容贫乏的啊，没有过分情感化的那种诗歌，都是不好的啊。所以比如说江南诗选345首啊，山的那边是平原，平原那边还是山，山那边有条大路，路上有好多大弯，弯弯的人生路上有苦也有甜，弯弯的路上什么这个字数倒是挺押韵的，但是这个内容呢，它有什么属灵的含义呢？啊，我反正是看不出来。主最后让你成为铁打的汉，是吧？反正我也搞不清楚啊，就是这样。啊，那所以你选的诗歌的时候也要看，不仅说哎这个挺押韵的，字数也挺好，也对哈，也对称，但是它能不能表达属灵的含义？啊，这个很关键。还有呢，就是它有一个完整的结构，它的句和句、字和节和节之间要相互的呼应，结构上统一，是统一的主题和结构。它有开始，有这个高潮，有结束，对吧？这很重要。所以我给大家看一个范例，大家就知道了。那个为什么说这个诗是好的，不是因为它是老，而是因为它本身写的就好。你看《赞美天父》这首歌，大家应该都会唱，都听过，对不对？赞美我天父，因他差遣爱子，听过吧？没听过？哈利路亚，荣耀归主，哈利路亚，阿门，哈利路亚，荣耀归主，主是我父神。这首歌是一个比较就是我把它拿出来是一个很，你看啊，它首先当然这个翻译也很好啊，也很字数也是哈，你看押韵啊、字数啊各个方面都是很对称，而且你看它讲了一个完整的故事，对不对？从赞美天父。然后一段赞美天父，3节赞美什么？耶稣基督他的救赎的工作，对不对？他从天降下，死里复活，最后升天，最后还赞美什么？赞美这个圣灵保惠师，是吧？最后有个副歌哈，那所以你看它整个的结构，整个表达福音的内容是非常完整的。这就是一首好诗，它不仅诗写得好，音乐配的也好，又很押韵，而且讲的故事也很完整，而且是符合圣经的，有很好的属灵的含义。对不对？这些诗歌，还有很多很多。我们你说，哎，我们天天就唱那些歌，那是因为我们还有很多很美的圣乐没有去唱，这些是很好的啊。最后呢，就讲到一个圣诗呢，必须建立在信徒公共的经历上，就是它一定要适合公共崇拜的用的啊。它的思想内容表达的经历必须是全体会众都能够明白和接受的。如果那些属于个人的经历的，虽然是真实的，但是它不一定适合所有的人。而且你这个选这个诗歌的时候，一定要跟讲道啊、跟读经啊内容要配合，它要展现出一个什么？一个整体性的一个协调。所以我们讲，我们回应诗歌为什么回应呢？回应讲道啊，那你唱的歌肯定要跟讲道有关系嘛，是吧？你主日崇拜也是一样的啊，这敬拜赞美的也是一样的，就是你要跟整个主日崇拜都要有一个统一的主题啊。那比如说讲到这个适用于公共崇拜啊，不要只是个人的经历。比如有些诗歌，世界有你会更美好，你们唱过没有？他可能是诗人个人的，他觉得世界有你，神在神的眼中你是宝贝啊，你是如此特别，在神的眼中没有人能取代你。这个只是一个个人的经历所写出来的，它可以对他来说真实，但不一定适用于所有人，是不是啊？所以我们在唱的时候，更多的要看怎么样适应这个大众的不仅只是某部分人的群体啊。好，那最后怎么选诗歌呢？我是给大家一些建议啊。就你选的时候，首先看歌词，歌词里面呢，它有没有展现出三一神的属性，他的所言所事所做，对不对？他是谁？他有没有展现出神的本性？神对神儿女的带领？他有没有展现出耶稣基督的工作？他是神的儿子，他是救主等等他的工作，对吧？有没有展现出圣灵保惠师的这个工作？你看圣哉这些
就是我们平时唱的啊，圣哉圣哉圣哉，你看它里面特别都是有提到三一神的工作啊，讲了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有没有传福音的元素在当中啊？呼召人们来信主，有没有一个故事性？这个就是主题是要完整的一个故事，有很强的一个叙述性。最后他没有勉励信徒、鼓励信徒在基督里喜乐、依靠神啊等等啊，而不是选那些以自我为中心。我们觉得啊，那韵律挺好的，大家熟悉就唱了啊。你选的时候你要考虑到大部分的人啊。那这个呢，我想你这是做一个参考。还有就是你要想，就是如果你是敬拜赞美团队的同工，然后你选诗歌的时候，你要想，哎，我今天选这个诗歌，假如说有个慕道友进来，他能不能听懂？假如有小孩子，因为我们是共同崇拜嘛，是吧？有孩子在那里，孩子们能不能听懂？啊，然后呢，这个如果我们选的诗歌啊，这个不适合孩子，或者是不适合这个慕道友，我们要想一想，哎，我们看能不能选一些比较适合的。啊，当然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去思考的，就是说除了这些标准之外，你也要想，那还有就是那个韵律，大家熟不熟啊？如果不熟的话，那对敬拜赞美团队或对诗班的要求要高一点，对吧？就是你要唱得很熟，你要带着大家一块唱，因为你不能期待所有的会众都会唱这首歌，所以我们提前要练好，带领大家来唱。你如果选一些比较传统的圣乐呢，是比较保险的，因为那些诗歌都已经经历过了好几百年的筛选，历史的这个淘汰，所以好的东西就会被留下来。刚才我带大家唱这些都是我年轻时候唱的，现在你们没听过，说明啊这些诗歌都淘汰了，没人唱了，就是这样。啊，所以那些其实像那个我们那个这个生命圣诗里面，当然还有很多这种圣乐的诗歌集啊，我们都可以去参考，里面有很美的诗歌。我们稍微把节奏调快一点点啊，稍微这个唱的活泼一点，就能够把这个原来的这种旧的诗歌啊，用新的方法唱出来啊。所以我并不是说现在的诗歌不好，你要去挑选，要去挑那些在歌词上忠于圣经的啊。然后呢，能够真的是可以把人带到神面前的。我今天就先提到这里大家有什么问题？